平常买食物的时候，大家会看看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吗？有的人可能会特别注意热量，而有的人则会看糖、钠跟脂肪的含量。可是这些数值是怎么来的呢？它们真的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食品营养标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最近因为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健身跟减肥，所以很多人都会开始专注贴在这个商品上面的食品营养标签，来帮助自己做饮食管理。不过，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营养标示小框框，究竟是怎么演变成现在这个通用的图示？而这些营养数值又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食品营养标签的前世今生吧。不过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觉得和伴侣的亲密互动越来越固定了吗？想要大胆尝试不一样的体验，又不好意思问人吗？你的烦恼都可以在图文不符上课喽与义务梗塞一起推出的性爱知识课找到答案。现在新课上线了，早鸟的限时优惠是65折，加购经典课程再打7折。大人的床上家教班带你和伴侣学习各种新技巧，找出喜欢的亲密方式。大人的后花园欢愉课中呢，会有更详细的步骤，让新手也能够顺利体验没有试过的快感。用专业又正确的知识，为生活增添更多爱的鼓励。想了解更多课程内容与把握早鸟65折优惠吗？快上 Press Play 搜寻吧。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些食品营养标签的前提是那些食品要是有被包装的，所以我们得先从包装食品讲起。大约在19世纪的时候，随着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用机器生产包装食品的行业渐渐的发展了起来。而当时大家最熟悉的包装食品应该就是罐头了。只不过在这些包装食品刚出现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内容物与包装不符，或是用大包装来伪造大分量等等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出现了很多包装诈欺的一个案例。当时的美国呢，为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率先决定颁布食品标示法，主要就是要防止食品生产商胡乱添加有害物质，或是标示不实的产品资讯误导消费者。而1913年时，还通过了古尔德净重修正法案，要求所有的包装食品都必须要将数量、重量还有尺寸标示在外包装明显的位置上。只不过随着时代慢慢进步之后，这些资讯也不足以满足消费者了。1960年代之后，营养学开始兴起，大家对于食品的营养价值也越来越关注。因此，196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就共同创立了食品法典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国际间通用的标准和指导原则，而其中便包含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营养标签。那为了要让自己国家的商品方便卖出去，许多国家也自然而然的会以这个委员会订定的准则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的营养标签管理制度。而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我们买的是哪个国家的食品，看到的营养标签都会长得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看看台湾是什么时候跟着贴上这个全球通用的食品营养标签的。台湾其实是到了1998年的时候才受到了国际的影响，开始推动营养标签的制度，并且在2001年时，由当时的行政院卫生署，也就是现在的卫福部，公告了市售包装食品营养标示规范。里面规定说，包装食品都需要标示食品营养标签，但有趣的是，这个营养标签上面是要标示些什么，其实是会一直变化的。但它反映的就是那个国家在某个时期所关注的健康问题。像是台湾就在2015年增订了糖含量为强制标示的项目。那到了现在，台湾一般所应用的是8大营养标示，也就是热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糖还有钠。但如果是要给特殊族群吃的食品，例如像是婴儿配方食品，还会另外规定厂商要做更详细的营养标示。那说到这里你有想过这些营养成分的数值究竟是怎么来的吗？营养成分的主要测定方式有2种，一是直接检测，二是间接计算。首先，直接检测呢，就是将产品送到第三方的验证机构去进行个别项目所需的科学检测，来得出精准的数值。而间接计算则是根据食品所使用的原料分量，按照政府官方提供的营养成分资料库去进行计算。例如，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的官网上面呢，就有提供各种食材，例如像是小麦粉啊、大豆油等等，它每100公克会含有多少的热量、蛋白质、
脂肪、各种矿物质跟维生素。因此呢，商家只要计算好食品用料的分量，就能够计算出基本的营养成分含量。那目前大多数的国家对于直接检测还有间接计算的这2种方式都能够接受。不过比起其他的国家，台湾对于测定方式跟机构比较没有强制的规定，所以会相对的更仰赖商家要自己去负责把关对于自家产品的营养标示数值。但商家自己把关的这个数值，消费者可以信任吗？刚刚有讲到要怎么测定营养成分是交由厂商自己决定的，但在把关食品安全的部分，政府则设计了3级品管的制度。第1级呢，就是刚刚说的业主呢要自主检验，而第2级呢是要经过第三方的认证，最后呢第3级则是会由政府来抽查并检验。而另外，政府其实也有规定哪些食品可以自主检验就好，而哪些食品必须要由第三方检验。但无论是自己验还是请别人验，最后都还是有可能会遇上政府抽查的那一关。那如果被政府发现有标示不实的状况的话呢，就需要处新台币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的罚锾。而另外，违规的产品呢，也要依照食安法第52条的规定，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继续贩卖。而且，如果规定的期限到了都还没有改好的话，那全数的商品都会被政府没收跟销毁。那刚刚说的部分都是偏向商家或是政府会怎么做的部分。如果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公开平台的资料来帮助我们自己把关食品营养。目前政府都鼓励业者要上传这个产品检测报告到公开平台，如果有这么做的厂商呢，也会把结果以 QR code 的方式印制在包装上面，因此消费者只要透过手机扫描就可以看到检测的结果。只不过你知道，就算是厂商有乖乖的做检验，政府也有好好的抽查，但标签上面的数字还是有可能不是真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应该有许多人在看营养标签时呢，都会注意有没有反式脂肪。如果看到反式脂肪0的话呢，就会比较放心购买。但其实这个0不一定是真的0，这是因为呢，在我们的政府规定当中，每100公克的食品，如果所含的反式脂肪低于0.3克的话，是允许被标示为0的。所以如果消费者真的希望可以完全的避开反式脂肪的话，除了要看营养标签之外，可能呢还要搭配着看这个成分的列表，才有办法更有效的把关。例如部分氢化油、不完全氢化油或是半氢化油，就是主要的反式脂肪来源。那如果成分表上面含有这些油的话，在意反式脂肪的人可能就得要先说声不要了。而另外呢，除了0不一定是0的状况之外，营养标签上面的数值也可能是有误差的。有的人可能有听说过数值误差允许范围，这就是测定营养成分含量的时候允许出错的数值弹性范围。对消费者来说，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应该但是不同的食材或者制作上面的小差异，以及实验室做食品检测的误差，都可能会让食品的成分数值有稍微的不同。因此，各国在于营养标签上面其实都允许着一定范围的误差。以台湾来说，蛋白质还有碳水化合物就可以允许有加减20%的误差。那在热量总脂肪、不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还有胆固醇、钠跟糖的部分，则是规定说真实含量不可以多于标示含量的20%。也就是说，如果标示为100大卡的食品，真实含量不可多于120大卡。而至于像是氨基酸，还有不包含维生素 A 和 D 的其他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则是规定真实含量则不可少于标示含量的80%。也就是说呢，标示为10毫克的维生素 B， 真实含量不可以少于8毫克。那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健康有害成分标示的时候，不可以少写太多，而对于健康有益的成分，也不能够浮报太多。我们在开始研究营养标签之前呢，原本只是好奇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理所当然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面查过资料，了解包装食品和食品标示法的历史之后，才知道现在这种通用的形式是随着社会对于营养学还有健康观念的发展不断调整演变而来的。简单来说，不管在哪个国家，营养标签内容的修订都和那个时候的健康问题有关。比如1990年的美国人普遍缺乏维生素 A 跟 C， 于是这2种维生素呢是当时被强制规定需要标示的营养成分。而当这个问题得到改善呢，2016年改版的营养标签则转为强制规定需要标示现代人普遍缺乏的维生素 D。所以呢，看营养标签演变历史，我们也能够知道在各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健康问题是什么。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有趣。那虽然今天我们只讲到营养标签的部分但其实包装上面的其他资讯，像是品名、成分、原产地还有有效日期等等，也都有助于我们增加对于食物以及营养
养的理解，进而能够把关食安。所以大家千万别小看食品包装喽。最后想问大家哦，你最在意食品营养标签中的哪个部分呢？ A. 为了控制体重，当然是热量最重要啊。B. 为了增肌减脂哦，我比较在意这个蛋白质、脂肪还有含糖量。C. 我都不在意哦，我比较在意食物好不好吃。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食品营养标签。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基改食品以及美猪议题。那么今天的这期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 P.R. 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子，有 Walkie Boys。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恰恰，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烂人嘛！他们